啊，这，哎，这儿啊？啊，对。哎，等会儿，刚才你说谢谢我，那你现在该咋谢呀？啊？我送你一双鞋吧。我帮你办这么大的事情啊，我就值一双鞋呀？算了，这表示了。走。大哥，那你说让我咋报答你啊？咋报答？你就这么报答我？大哥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再叫，我就把这个撕了，把你赶出村子，叫你要饭！这个肥狗，狗咬死你！大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爸，这是真的？咋不真？没想到的是，就这一回，我就怀上了。说吧，咋回事儿？那男的是谁？啊？妈，怪我自己不小心。这光是不小心的事儿吗？你咋这么不自重啊？妈，我对不起您，我给你丢脸了。孩子，你好不容易有个家，我正催着金旺给你办手续，你咋这么不珍惜呢？啊，咱找人家也得找个好人家呀。你现在弄成这样，谁还肯要你呀？妈，我不要这个孩子，我把他做掉。胡说！你应该去找那个男人，让他赶紧娶你。说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妈，您别再问了。你不说清楚，我怎么让金旺给你做主啊？不对呀，你整天大门都不出，哪里会招上男人呢？难道是素梅？说实话，是不是金旺？妈，不要脸的东西！说，那个相好的是谁？是哪个野男人让你怀上的？啊！妈，你这是引狼入室啊！我早说过，这样的盲流不能留，早晚留下祸根，让我说准了吗？妈，你老也别生气，我马上叫民兵来押到大队部批斗。说，那个野男人叫啥名？他叫吴金旺。那天你让我到你屋去填表，你对我干啥了？你当着妈的面，你说我不就是一次吗？我有没有第二次？啊！我妈，你个不成器的东西！当初我要你好好带素梅，娶她，你100个看不上她，你咋在背地里干这种事儿，害人家姑娘呢？现在你把人家害成这样，还要把她拉去批斗，该批该斗的是你。素梅，走，跟我到大队去报告，我倒要问问，这算个啥罪名？妈，千万别去，千万别告我，一告我就全完了，妈。孩子，我知道他配不上你，让你跟他过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委屈自己吧。就算是我求你了，看在我的面上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我真不该答应你奶奶。
我就是出去要饭，也不该跟着这个人。当时啊，就想自己也没啥条件，你奶奶对我是真好。你爸人虽然次点儿，但看在奶奶的份上，凑合吧。没想到，还是凑合不下去，还是出了事儿。我就不该呀，我就不该跟着他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你现在还认为他不该死？你还想替他报仇吗？妈，你是说我？对，你就是这么来到这个世上的。我跟他成亲没几个月，就生下了你，你自己算去吧。你忘了东西。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去自首吧。就算你有1000个道理，10000个理由，你也不应该去杀人。你还是觉得我错了？你要是真的认为自己没错，你为什么从此不在燕县人？为什么赵叔让你给做胡辣汤，你不再给他做？妈，别再撑着了，妈！不要等人家来带您走，您才……自首吧，妈！妈，我陪着您去。不去。我就只好把你搞入死地。
去告吧，我等着你带人来抓我。赵叔，您把我叫这儿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呢？你是不是把你妈给告了？不过，已经准备这么做了。为什么？啊？你妈哪点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害她？赵叔，这事儿跟您没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警察刚把我叫去，问了个底朝天，还要我开出不在现场的证明。我问你，你妈干啥了啊？弄得跟审贼似的。赵叔，这事儿既然您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跟您实说吧。我妈杀了人？他杀谁了？我爸吴金旺。这不可能！小子，谁都知道这是诬告，你还敢拿这事当真？还敢报告给警察？你个白眼狼！赵师傅，讲理咱在这儿讲，打架可千万别在这儿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好，我们不打架，你放心。好，你给我站起来！这位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小子，你给我坐下。你说你妈是杀人犯，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。我爸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有，当然有。汤里的硝是我放的，我听人说过，那东西吃多了会让人中毒，所以我一直非常小心，不让你们碰。我想，如果把硝放在你爸喝的汤里，他一定活不成。但我又怕他看出来，所以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摆脱我爸，为了能跟你生活在一起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我求你了，小苏，劝劝我妈，让她去自首吧，这样还有可能争取宽大处理。老叔，这是她唯一的出路。哪有像你这样的护士，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，跑出去看什么社火大赛？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啊，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爸，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？闭嘴，这儿轮不着你说话。没出问题，等出了问题就晚了。你去吧，回头写个书面检查给我送过来。爸，小梅可是我女朋友，你能不能对她客气点儿？什么女朋友？我同意了吗？哎，爸，你怎么没同意啊？你忘了上次永南大哥回来，你不还上人家家吃饭呢吗？张璐，从现在起不要再给小梅谈朋友了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这点小破事儿？不是，他们家要出事儿，而且要出大事，我们可招惹不了这个是非啊。你听我的话，不要给他走得太近，不然你以后会后悔的。我现在就后悔，我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有你这样势利的父亲？哼，人家家好的时候你就往上贴，人家家出了事儿你就赶紧躲，这不典型的势利眼吗？你懂什么？这不是势利眼，这是自我保护。我不要保护自己，如果他们家真的出了事儿，我第一个要保护的就是小梅。他什么都没说，电话就挂了，我再打也打不通了。爸，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说咱们要不要报警啊？我看不用，我相信永南能处理好这件事。你再给他打电话，争取早点跟他联系上。你找找他弟弟们，也许永强知道他们在哪。关机。警察同志，您想想看，像我妈那样一个人，她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儿来呢？是，当然是有人误会她，但那不都是误会吗？再说了，那警方对我爸当时的死已经做出正常的死亡结论了。哎，这个你要不信，你问李局长去。再何况了，那当年怀疑我妈的人现在都理解她了。你说你们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又把这事儿给翻出来了？张永强，我们不会无端的怀疑一个人。吴永南是你的哥哥吧？对啊，是我大哥。是他向我们提供的线索，这怎么解释？我大哥给你提供的线索？这不可能吧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他是我。等等，喂，听出来了，你讲。赵永强，看得出来你对你的母亲非常尊敬，也很孝顺，这很自然。我对我母亲也这样，但是你不能让感情蒙蔽了你的视线，
也不要亲情迷惑了你的判断。在这一点上，你得跟你大哥学习。警察同志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相信我妈，我坚信她的为人。至于吴永南，他在想什么，他到底要干嘛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理解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用赵永强脑袋做担保，我妈绝对没问题。你们可以查去啊，要现在我把她叫来，你们随便问，你们问清楚。是吴永南来的电话，他刚刚跟他母亲谈过，现在已经都承认了，正在做工作，劝他自首。啊，知道了。看完了。饿了吧？我做了胡辣汤，我给你热热去。汤里放了些啥？木耳、粉条、花生。就没别的？啥叫别的？亚硝酸盐。你不是在吴金旺的汤里放过那玩意儿吗？再放上啊！你也知道了。你咋会干出这种犯法的事儿？为啥？你说我为啥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也知道你想给我白头到老，可你想过没有？你犯下的罪，政府能放过你吗？20年、30年，总有一天他会暴露的。我们怎么可能白头到老呢？你毁了你自己，也毁了我，毁了我们的孩子，也毁了咱们这个家。宋梅啊，你咋这么糊涂呢？你说我糊涂？你还不糊涂吗？你以为犯下的罪就可以不接受惩罚？警察已经把我找去，问了个底朝天。你赶紧去自首吧，也许这样还能保住一条命。难道你真的让我去刑场上给你收尸啊？宋梅，你离我远点。宋梅，你不用怕，我不连累你，我也不连累任何人。咱现在就去离婚，马上就离。你胡说啥呀？快去找警察自首吧。我找警察干啥？我不找他们，他们也会来找我的。永南已经报告了，我也都承认了。现在你知道了，永强、小梅他们也会知道，镇上的人也会知道。永南的奶奶是，我爹一直就告诉我，做人呐，别做亏心事，纸里包不住火，雪里埋不住人。我咋就都忘了呢？这就是我的命。
快去自首吧！啊！行，我去。你去给吴永南打个电话，让他来。他说要陪我去的，这功劳得让给他。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有，当然有。汤里的硝是我放的，我听人说过，那东西吃多了会让人中毒，所以我一直非常小心，不让你们碰。我想，如果把硝放在你爸喝的汤里，真是没想到，事情的真相会是这样。我有一个强奸犯的父亲，又有一个杀人犯的母亲。永南呐，你别太难过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是啊。造成犯罪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，也是愚昧无知造成的后果。娜娜，这个情节在以后的辩护中一定要记住，这或许可以减轻韩素梅的罪责。永强，吴永南在吗？在。叫他出来。进屋坐啊。我不进去。你叫他出来。永强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永强，你别碰我，走开！你住手！你走开！你没事没事。吴永南，我问你为什么非要告诉警察说咱妈杀了咱爸？为什么？永强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。我告诉你，吴永南，我不信。还是那句话，死我都不信。这些全都是你编出来的。除非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，证据，明白吗？永强，你不知道，你听吧。有，当然有。汤里的硝是我放的，我听人说过，那东西吃多了会让人中毒，所以我一直非常小心，不让你们碰。我想，如果把硝放在你爸喝的汤里，他一定活不成。小梅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要是叫你爸看见……小梅，我要你记住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别怕，有我保护你。记住了吗？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别管我说什么，记住我这句话就行。
好，我记住了。谢谢。呀，接电话。哎，永强，你哥电话多少？找他干嘛？有事儿，你把电话告诉我。喂，你来吧，你妈找你，马上来，现在就来。挂了。苏梅，开门啊！别进来，我换件衣裳。电话我打过了。知道了。永强，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你哥站在一起。干嘛？把我妈送上法庭，让她去死？不会的，只要她肯自首。你说什么？自首？我妈要去自首？这词儿听着真陌生啊。梅艳，永强，走吧，咱们也去看看。别碰我！别打扰我！好吧。赵峰，
我妈呢？在里屋。妈让我来，你妈让你去带她。阿敏娜，我真要告诉你，我妈敢自首了。这就走啊？是啊，李局，基本上批下来了，直接送到看守所。今天别整那傻事儿。素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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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保重啊，素梅，素梅，素梅。永南，我能理解你内心的感受，可是你不该因此就失去了对是非的判断。毕竟犯罪的是你妈，又不是你，你怎能将这一切罪责都担在自己身上？我同意米娜的说法，你妈妈对你来说是一个好母亲，可她的确是个犯了罪的人呢。你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对呀，永南，你妈妈的遭遇虽说值得同情，但她为争取自己自由和幸福的手段却是不正当的，是有害的。她触犯了法律，危害了他人，造成今天悲剧的根本原因，不是因为你揭发了他的犯罪事实，而是因为他犯罪事实的本身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真的是想不通，一个人怎么就可以既是个好母亲又是个罪犯呢？这没什么奇怪的。有些人犯罪只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家庭能生活得更幸福一些，其动因无可指责。可是他们却采取了不良的手段，抢劫、盗窃、诈骗，甚至绑架，这就严重的损害了别人的利益，侵犯了别人的自由，
掠夺了别人的财产，甚至伤害了别人的生命，那就绝对不能允许了。我曾经接过一个案子，一位父亲因为失去了工作，无法给自己患白血病的女儿筹集治病费用，所以在绝望之中铤而走险，绑架了他老板6岁的独生子，勒索30万。这个孩子在绑架过程中因窒息而死亡。在法庭陈述的时候，所有人包括法官在内都被这位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所打动，可是这也改变不了他犯罪的事实。最后他还是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所幸的是，当这位老板，也就是这个死去孩子的父亲，得知他作案的动因之后，不但没有提出索赔，反而提出愿意帮他女儿治病。这老板还真是不错。是啊，其实下面那么多员工，老板对他平时根本都没注意到，所以也是在无心之中造成了人家家庭的困境，因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不也是悲剧吗？你母亲也一样，她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，反而用这种投毒害人的方式来替自己摆脱困境，结果从被害人变成了加害人，理所当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。这法律所要维护的是全体成员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公正，这不是法律的严酷，而是社会和谐的需要。永南，我越来越感觉对不起你母亲。如果我们能早一点的普及法律知识，建立起人民对我们司法机关的信任，也许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悲剧了。伯父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都是由于我的软弱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你要想好了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而且我说了不止一次，面对真相是需要勇气的。捍卫法律，维护公正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有时候甚至是以牺牲亲情为代价的。为什么中国人发明了一个词叫大义灭亲？现在你懂了吧？你有足够的准备了吗？我希望你从痛苦中尽快的摆脱出来。请问车里的人是韩素梅吗？是那个毒死自己丈夫的女人吗？请问什么时候开庭？是不是她对侵害孩子把她送入法庭？来，咱让我让一个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我让一个，来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我让，现在拒绝采访，来，让一个，来，对不起，请大家现在拒绝采访。怎么可能？小子，能是他吗？怎么不是他呀？报证写的清清楚楚，病理科，来自农村，不是他是谁啊？真的，平时看不像呀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讨论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。我先去忙去了。好，你忙去。好。
你是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了。是今天报纸吧？我看看。那个，这个，他们说这是你，是你吗，吴医生？吴医生，吴医生，您别回科里去了，一群记者正在堵着你呢。快去会议室吧，院长和主任正在等你呢。吴医生，他们说你把你母亲告上法庭了，是真的吗？你说呢？不会吧？要是我做了呢？那我告诉你，是真的，我就是这么做的。吴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是啊，已经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和声誉，我们可不希望这样。我不明白，怎么会因为我的私事儿影响到了医院的声誉呢？今天一个患者家属在送病历检验的时候，就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，不希望由你来做。为什么？他说了，他们看了报上的报道，认为一个对自己亲生母亲都这么冷酷的人，是不可能满怀爱心去对待病人的。他这样说法也不一定对，不过在你行动之前，最好跟我们打个招呼，让我们思想上有个准备。你看记者在我们医院里头到处乱转，造成我们工作很被动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你这段时间啊，暂时回避一下，就不要上班，等过了这点风，咱们再说。这都是为你好，吴大夫。谢谢领导的关心，不过也请领导放心，我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一切，我不会退缩，也无需回避。你们把他叫到这儿来吧，我来跟他们说。韩素梅，律师来了，要见你。我叫吴永南，是这个医院病理科的医生，也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关于我母亲的案子，如果你们真的想了解，你们可以去找法院或者检察院。要是问我，我只有4个字：无可奉告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有开庭，我不希望有任何因素来干扰司法公正。至于我跟这个案子的关系，你们也不用问了，我可以说的只有3句话：一，我爱我的母亲，但是当她做出了犯罪的事儿，我所面临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，它取决于我从小受过的教育，也包括我母亲给我的教育。2，对于这个选择，哪怕别人说我是逆子，我也认了，
因为我明白我不是。当然我会无比痛心，但我并不后悔。3，希望你们媒体能够理解我的决心，也体谅我的痛苦。更希望你们不要炒作这件事情，不要把我说成什么大义灭亲的英雄，或者是什么卖母求人的混蛋，我都不是。我只是一个和你们一样深深爱着自己母亲的人。您在这儿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吗？问这干啥？说正事儿吧。您的案情因为涉及致人死亡，情节严重，将会直接由中院审理，时间都定了，是本周4。快点审吧，审完了算。在这儿待着真难受。那天赵大龙会不会来啊？作为家属，可以通知他到庭。别通知他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样子。行，尊重您的意愿。小梅也别来。永强，永强找到没有？他咋了？找是找着了。你让他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他说。您有什么话跟我说吧，我转告他。他为啥不来？是我这当妈的让他丢脸了吧？啊，不是，他恐怕来不了。来不了就算了，你告诉他，让他有空去看看奶奶。我估计他们都知道我的事儿了，也不知道他们会咋想。咋了？我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奶奶她没了。啥？就在10多天前，她听说了您的事儿，心里一着急，就迷过来了。造孽，真是造孽！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奶奶了。要是没有他老人家，我当年早就饿死在那个山沟了。你让永强去替我给他奶奶磕几个头，告诉他老人家，让他等等我。我到了地底下，我还伺候他。可永强
永强他，永强咋了？他出啥事儿了？永强，他出家了。啥？毁了！这个家咋都全毁了呢？哎呀！阿姨，您别激动，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。还有啥可讨论的？不讨论了，他们爱咋办咋办吧。你让他们枪毙我，让他们杀我的头，我反正不想活了。韩素梅，干什么呢？不许大声哭闹！我所做的选择，我想每一个有知识、有责任感的人，应该也会这么做。同时，我也希望以后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，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。儿子揭发母亲这样的事以前不少，可现在太少见了。这个案子将于近日开庭，让我们持续关注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唱高调啊？不，我觉得没有，你讲的非常好。只要你的心是真诚的，就不要管别人去怎么议论。你刚才说不要让悲剧重演，这话说得好啊。林娜还没回来啊？她去看你妈了，刚打来电话说堵在路上了。哦，那我去接接她。哎，看报，看报了。李娜，我今天去把奶奶和永强的事和你妈妈说了。那她情绪很激动，有点失控。不过我跟看守所人说了，让他们多注意一些。也许我不该和他说这些事儿，但这种事儿瞒也瞒不住啊。是，说就说了吧，早晚也得面对现实。今天电视台也播了对我的宣传，这下子我都成了新闻人物了。哎，那晚报也该登了，走，咱买张报纸去，看怎么写的。算了，买它干嘛呀？随他说去。不行，咱们得了解舆论。来，哎，师傅，有今天报纸吗？有。哎，您是不是那个医生啊？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哦。还有关于这个案子的消息吗？哎，有。哎，这个就是个，您看，好，跟照片有点像。你怎么看这个案子？哎，我们那儿多的是，我们村就有，男的喝多了打老婆，老婆受不了了，买了瓶农药就下面去了。有晚报吗？哎，有，来这个。啊，哎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刚才在电视上看见你了。你看，你爸妈等咱们呢，好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，把他妈送上法庭那个，是他。我刚说就是他，他还愣不承认。你说呀，他太缺德了，他妈养他容易吗？话也不能这么说嘛，人家是为了法律嘛，对不对？
看来以后你出门要戴墨镜了。这些个记者呀，就抓住你告你妈这件事做文章了。对于案子的本身呢，我看他们并不怎么关心。娜娜，你想好没有？准备从哪个方面来替韩素梅辩护啊？我越深入了解案情，就越同情阿姨，也越替她惋惜。她其实是个好女人，但是她却犯了罪。这种本不该发生的事，为什么会发生呢？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，在我们国家，尤其是在边远的农村，妇女们缺乏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意识。像这种以暴力抗拒暴力，以犯罪手段争取自由的妇女不在少数。刚刚那个卖报的不也这么说吗？所以，你一定要利用这次辩护，唤起全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。米娜，全靠你了。我们一起来努力吧。我现在是在市中院向您做现场报道。备受人们关注的韩素梅涉嫌杀人一案，今天在市中院第一刑庭开庭审理。1号，请问你是叫韩素梅吗？请问你把你告上法庭，你恨他吗？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不会这样做？对不起，你不要拍照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你电话。哦。喂，米娜，你爸爸昨天晚上肩关节疼了一夜，医生说今天得做个检查，我们恐怕就不能去了。哦。老宋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爸爸要跟你说话。孩子，别担心我，好好完成你的辩护。祝你成功啊！谢谢爸，也祝你一切都好。再见。爸。妈。米娜，米娜，伯伯跟宋老师来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别担心，没事儿。我还是有点紧张。你呢？这事儿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儿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其实我也有点紧张呢，不过没必要。来，鼓励一下。米娜，全靠你了啊！放心。那我先进来。哎，这个农民还挺浪漫嘛。行了，又废话了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入庭。请坐下。柞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，待被告人韩素梅到庭。
为被告人打开借据。坐下。开庭了吧？应该开始了。柞水市检察分院向本院公诉被告人韩素梅涉嫌故意杀人一案，现由审判员王子明、宋文夫、郭秀燕组成合议庭，王子明担任审判长，现依法不公开予以审理。站在法庭上，望着被告席的母亲，我忽然对自己的立场又有些动摇了。我这么做对吗？值吗？法律将如何评价母亲的行为？又会如何惩罚母亲的行为？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？对我来说，一切都无法确定。被告人韩素梅预谋投毒，杀害自己合法的丈夫，致使被害人吴金旺不治身亡。有被告人自己的供述，有人证也有物证，种种证据表明，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谋杀，造成致他人生命死亡的后果。被告人韩素梅的行为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我国的法律，手段十分残忍，后果相当严重，影响非常恶劣。提请法庭对被告人韩素梅依法予以严惩不贷。现在进行法庭答辩，请辩方律师发表辩护意见。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的当事人并不否认他犯了罪，他是主动投案的，具有自首情节，这点要提醒法庭注意。这个案子发生在19年前，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惩处，而我的当事人也重新组织了家庭，过着平静的日子。也是一个偶然的原因，让他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行为，并决心自首。反对。审判长，辩方律师是在误导。被告人之所以自首，不是出于他的本意，而是由于他的儿子发现了这些疑点。他不是自觉的，而是被迫的。请别忘了，那是他的儿子。儿子发现了母亲的问题，和母亲提出来。如果这个母亲一点都不自觉，他完全可以用亲情来约束儿子，压下这件陈年旧案。可是他在儿子的劝说下，自己主动投案了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觉悟吗？请法庭裁决。被告人韩素梅自首的事实，本庭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，请辩方律师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。谢谢审判长。但是人们不禁还是要追问，他为什么要犯罪？为什么要杀夫？这里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之外，还有许多极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原因。这个案子发生在19年前，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文革的阴影，法律十分不健全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当事人所生存的环境是农村，而且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山村。还有第三，我当事人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、法律观念十分薄弱的农村妇女，而且我不明白辩方律师是要强调什么。我想强调的是，环境对于一个人的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制约。我这儿有个统计，本省女性的发案率65%发生在农村，78%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。这跟犯罪没关系。有关系。我还要强调一个事实，我当事人韩素梅并不是本地人，她是于家乡遭灾，亲人下落不明，孤身流浪至此，才被吴家老太太收容的。那年她只有18岁，她是一个真正的弱者。不对吧，李律师？
韩素梅起心毒死吴金旺的时候，孩子都2个了。所以我要花些时间来讲述一下韩素梅和吴金旺之间婚姻的构成，以及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抗议！这与本案无关。怎么会无关？如果韩素梅和吴金旺之间的婚姻关系非常正常、非常美满，又岂会发生后来这些事儿？正因为吴金旺倚仗自己的权势，用暴力强迫外来孤女与自己发生肉体关系，才形成这桩并非出自我当事人意愿的婚姻。这不说明前因，怎么会了解后果呢？抗议无效，请辩方律师继续。他也是一个人，他也有自己追求幸福的强烈愿望，可是他无法摆脱这个错误的婚姻，无法摆脱那个曾经伤害过他，而且还得继续伤害他的这个男人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才萌生了犯罪的念头，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。我们在谴责他犯罪的同时，是不是应该要怀着同情和遗憾，充分考虑到他的不良处境，他的不幸遭遇，以及他所承受的严重打击和伤害呢？爸，又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您先说，您怎么样？检查做完了，结果还没有全出来。你坐着，有难。哎，你们情况怎么样？哦，米娜的辩护词精彩极了，我看很打动人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法庭辩论还没真正开始呢。公诉人一定会要求你出庭作证，我作为辩方也会在庭上问你一些问题，你可能会非常难以应付。比如呢？比如你妈跟赵大龙的私情，还有你对你妈曾经有过的仇恨心理。那我能不能拒绝回答？你不能。那我干脆就不出庭。这不行啊！要知道，每一个公民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。再说，这件事报纸上已经宣传出去了，是你揭发了你妈，你怎么能不露面呢？也还是要坚持。老李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？爸，护士！爸，要敢于面对现实。爸，你别说话了。爸，伯父，没事吧？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，我们认为不可能成为被告人必须犯罪的理由。据我所知，被告人之所以毒杀自己合法的丈夫，主要是和他人已经发生了婚外恋情。我请求法庭传唤证人吴永南。传证人吴永南到庭。吴永南，作为一名证人，对于法庭向你提出的任何问题，你有义务做出如实的回答。说假话、作伪证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请坐下。请公诉人提问。请问证人吴永南，你同被告人韩素梅是什么关系？母子关系。请你回忆一下，你是怎么发现你母亲与他人的奸情的？那是在我12岁那年，有一次村里闹社火，
请问证人，在你发现你母亲和赵大龙的关系之后，你是否把这件事告诉了你父亲？是，我做了暗示。你父亲反应怎么样？他打了我妈，打得很惨。就是说，他没有去找赵大龙，反而痛打自己的妻子。是，要不是我奶奶拉着，我妈很有可能会被打死。后来呢？后来赵大龙在我妈的劝说下离开了村子。你父亲对你母亲的家庭暴力是否就此终止了？没有，他继续侮辱我妈，继续折磨她。烫死人啊！是不是烫死我你好找野男人啊？哎，拿哪儿去啊？送猪圈喂猪啊！这么好的粮食你喂猪啊？你可真敢造是吧？你把它给我吃了！证人吴永南，请你再回忆一下，你是怎么发现你母亲可能在胡辣汤里下的？那时候我还小，不太可能想到是下了毒。我只是感到很奇怪。奇怪什么？我妈从来不许我喝我爸碗里的胡辣汤。你要干啥？我尝尝。你咋喝人家碗底儿啊？你要饭的？这个事例恰好证明，韩素梅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残忍的女人。那是啊，虎毒不食子嘛。据动物学家介绍，老虎在一般情况下从不主动攻击人类，很多甚至从来没有过伤人的记录。所谓虎毒食人，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误解，何况食子，这个常识性的错误该纠正过来了。请问，这个与你母亲有私情的赵大龙，跟你母亲现在的丈夫赵大龙是否同一个人？是同一个人。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和你母亲结合的呢？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，他们通过合法的手续成为夫妻。据你所知，他跟你母亲的关系怎么样？抗议，这与本案无关。审判长，如果不了解这个，怎么能够了解韩素梅呢？抗议无效，请证人回答。他对我妈挺好的，我认为他们的婚姻是幸福和谐的。那我们是不是相信韩素梅和赵大龙发生的感情不是一种奸情，而是一种爱情，是真正的爱情？是。我认为他们是爱情。如果辩护人的逻辑可以成立，那么潘金莲和西门庆也算是爱情了？这根本就不可比。别再说了，还嫌不够丢人？我就是死，也不要你为我说话。你们让他走，我不要看到这个人。法庭上的一幕很快传开，报上、网上，到处都是关于我和我妈妈的评论。人们对于她的关注超过了我妈妈的案情本身。我妈怎么帮我上了大学，我怎么忘恩负义，一时间成了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这顶逆子的帽子，我是戴定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呀非得当面问问他，哪有这样的？你在这儿。
大夫，有事吗？请问你是不是姓吴？是。你认识我？我们在电视上见过你。把七妈送上法庭的是你吧？哎呀，我们就是特意来找你的，就为了你，我们老两口几乎闹得要离婚呢。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事儿。我看了报道了，我说支持你。嘿，我这老伴儿他一听急了，他说我跟你一样没良心，还闹着要跟我离婚呢。我好说歹说，我说最后咱们总得找找你啊，行了，把事问个明白吧。行了。听说你妈为了你省吃俭用，把钱存下来供你上了大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，非要办他的罪呢？哎呀，那是他妈犯了罪嘛，又不是因为他诬告他妈，对吧？他妈犯了罪，有政府部门管，谁管都行，可就是他不能管，他是儿子呀。啊，他儿子告妈，那就是忤逆呀。你这叫用感情代替政策。那是以前的事了，还怎么样？鼓动的儿子造父母的反呐，那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，乌鸦还知道反哺，小羊还知道跪乳呢，这人怎么连禽兽都不如啊？行了，咱也走吧。跟你说，你要事情弄清楚。那什么清楚？而且。